谁能想到刚完成任务回来，最强贤者的家就被偷了，城镇里突然涌出了无数只僵尸围攻人类。由于房屋太过密集，根本无法使用大范围的火魔法驱散，而且这些僵尸都是用草和泥土做的魔像，被破坏之后也会立马复原。米拉正想着用什么办法才能斩草除根，就看见自己的马车翻倒在地，加雷特被压在了车下。一问之下才得知，平时僵尸只在晚上出来，但是今天中午他们就开始在街上徘徊了，甚至还出现了兽型僵尸袭击居民。虽然镇上很快采取了相关措施，引导居民避难以及组织人员消灭僵尸，但情况依旧不容乐观。加雷特也接到军务，一路飙着马车冲走了。米拉将小塔交给小队照顾，自己2-3下跃上城墙，张开大型魔法阵。一阵复杂的咏唱之后，7位身着盔甲的女武神现身。之前在迷宫中召唤的阿尔菲娜是女武神的长姐，忠心度很高，对妹妹的训练要求也十分苛刻，搞得小妹妹来找米拉撒娇诉苦。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，女武神各自领命前往战场消灭僵尸。阿尔菲娜让米拉抬头看，半空中魔气肆虐，一只已死的半魔族被包裹其中，这是由恶魔和人类所生的禁忌之子，非常危险。这一代的僵尸灾害估计和他的复活有关。半魔族的力量非常强大，米拉还是邓布利夫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消灭了一只，幸好这只还没有完全复活，趁他病要他命。阿尔菲娜当即表示交给他们7姐妹，正好有个新招式也想让米拉看看。阿尔菲娜高举长剑跃上半空，一声令下，7位女武神的武器齐齐化为圣光朝他飞来，巨大的魔法阵在脚下张开，黑色的闪电当头劈下。阿尔菲娜扔出长剑，女武神集结的恐怖力量瞬间贯穿闪电，将半魔族轰得渣都不剩。半魔族被消灭之后，地上的僵尸失去魔力供给，被轻易砍杀，城镇的危机圆满解除。小队成员聚在一起喝酒庆祝。受到米拉的鼓舞，小塔也决定要成为召唤术士，于是艾梅拉建议他明天中午去术士公会测试一下术士天赋。正好米拉明天也要离开，亲眼见证一位召唤术师的诞生也是件不错的事。几人正闲聊着，猩红中情公会团长赛罗推门而入，并对米拉照顾他家团员表示感谢。到了该分配战利品的时候，虽说是分配，但一路上全是他们在抱大佬大腿，实在不好意思多要。倒是米拉非常慷慨地表示平分，大佬就是任性，缴获的恶魔镰刀非常沉重，连队里最强壮的战士都提不起来。倒是赛罗过来轻松举起，默默装了个逼。晚上分别之前，赛罗约了米拉明天共进午餐。第二天，米拉带着小塔前往公会测试，自己则去查看所罗门寄来的信，信上写着包括米拉在内的5位贤者登陆日期。所罗门每天都在确认好友列表，其余4位比所罗门更早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。小塔的天赋测试也出来了，虽然没有召唤术，但其他方面的天赋非常出众，假以时日一定能成为一名厉害的法师。和小塔分别，行程繁忙的米拉赶去餐厅和赛罗见面。赛罗开门见山，果不其然，他也是一名玩家。昨天他和米拉互相用调查试探了彼此，这是玩家之间的共识。赛罗非常聪明，只通过队员说一路上的见闻就差一点扒了米拉的马甲。比起刚来到这个世界1周的米拉，赛罗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世界。他没有所罗门这种好基友，前期的开荒非常艰难。游戏登出键被扣的第10天，刚进入世界的他从一群哥布林手中救出了一个抱着婴儿的母子，第一次感受到了真实的疼痛以及 NTC 们的鲜活。游戏成为了现实，他将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全部教授给了村民，帮助他们消灭了袭击村庄的哥布林。等到村子能够自立生存之后才离开。之后在大都市的冒险者公会和朋友重逢，并建立起了猩红中情公会，能力强到换个番妥妥主角的程度。赛罗想要邀请米拉加入公会，当然遭到了拒绝。他本就隶属宫廷，还肩负着寻找9贤者的重任。不过他向赛罗承诺，一旦听到呼救，必当全力回应，还顺便拜托赛罗帮他调查了所罗门委托的事。告别小队后，米拉正式启程回到皇宫，路上正看着以自己为主角的传奇小说入迷，结果马车差点撞上突然窜出来的小黑猫。米拉下车一看，发现小猫是某位阴阳师的式神。同行的风精灵说小猫叫猫丸，救过差点被坏人追捕的他，不过并没有发现驱使他的阴阳师。这个熟悉的起名方式不仅让米拉想到了老朋友。随后米拉回到皇宫面见所罗门，虽然没能通过暗城之境见到霍德华，也没有找到索尔霍尔，但是米拉把索尔霍尔的所有研究资料都搬来了，把家都搬空，就不怕正主不找上门了。所罗门强颜欢笑，转头就把这巨大的工程量推给了进士苏莱曼。随后所罗门一摇铃，宫廷女仆团齐齐现身，拽着米拉就开始了换装之旅。米拉大骂所罗门是个擅长用嘴使唤人的小恶魔。一提起恶魔，他这才想起和所罗门汇报在地下遇到的3等恶魔，古代神殿结界装置故障，城里大闹僵尸，3等恶魔现身，事情越发扑朔迷离。米拉接着又提起路上遇到猫丸的事，会给式神起这种老土名字的阴阳师，只有9仙者之一，阴阳树之塔的宗主7星的神乐。而且关于风精灵被追捕事件，所罗门这边也接到了报告，确定有一个追捕风精灵的武装集团奇美拉克劳森。不过这些都先放在一边，按照所罗门的吩咐，
后，米拉拜托赛罗拿到了天魔迷宫远古森林的许可证。天魔迷宫的地牢里有着取之不尽的财宝，无数人蜂拥而至抢夺财宝，造成大混乱。于是迷宫被认定为特殊指定禁区，永久封印，只有拥有特殊资格的公会战才能发放禁域通行证。还好赛罗和他们同属玩家，手续不至于太过麻烦。恶魔那边，所罗门会联系工会控制舆论。难得放了个假的米拉刚逛了街，就接到苏莱曼的电话。前几天米拉从索尔霍尔那顺来的资料，他差不多已经解析完毕，但是有一部分出了问题，希望米拉能来趟阿尔凯特城。即使是国内最优秀的学者苏莱曼，神明光辉圣杯这部分解读起来也非常困难，其中所需要的材料只有大陆南方才能弄到，但大陆南方这一范围实在太宽泛，定位非常困难。不过所罗门倒是想到了一条线索，那就是愚人珍奇馆。那是一位被称为3月日的使者费尽一生收集研究资料和藏品的宝库。他们上次使用的时候还是阿尔凯特建国的时候，米拉倒是没意见，只是里面的书被施加禁止外带的魔法。所罗门让他不用担心，不能外带还不能打小抄吗？当场给了米拉一本书，让他随便复印。而且因为世界的变化，珍奇馆他们能去的层数也变多了。此行的目的正是之前未开放的第3层，要想进入第3层，就需要在拉格德铜矿山才能挖掘到的银然光石。本想派加雷特去，但是军中人手实在不足，于是所罗门向米拉借了1号猫猫和黑骑士当外援。加雷特的车技还是一如既往的狂野，在擅长探索的1号指挥下，几人很快在拉格德铜矿山挖到了足够的银然光石，启程返回。加雷特刚说完一切顺利，没有黑骑士的用武之地，洞口就突然窜出一只黑熊精朝几人扑来。只能说加雷特有些乌鸦嘴在身上的，黑骑士立刻冲出和黑熊精大战300回合，没想到黑熊精牙尖嘴利，一爪子将黑骑士拆了个七零八落。几乎是黑骑士被毁的瞬间，和所罗门在王宫里招待征战归来陆敏的米拉就感到了不妙，队里唯一的保镖扑街，加雷特只好顶上，让背着矿石的2个手下快逃。但黑熊精就盯上了矿石，瞅都不瞅加雷特一眼，二话不说就朝着2个手下扑去。眼看2人就要命丧熊爪，一人突然冲斜刺里冲出，抬脚把黑熊精踹出8丈远。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位身穿旗袍的萝莉，虽然是萝莉，但力大无穷，一手专精格斗的仙术出神入化。怪力萝莉仅用1只手就挡下了黑熊精的爪子，紧跟着就是一顿狂风暴雨般的痛殴。打完之后还有吐槽一句，就这萝莉似乎有点天然呆，而且对强者非常感兴趣，一眼就盯上了刚复活的黑骑士。加雷特赶紧解释，黑骑士是保镖不能打，如果萝莉想打架可以去鲁纳提克雷特找黑骑士的召唤师。一提到鲁纳提克雷，萝莉脸上就显出了为难的神色，留下一句现在回去还太早之后就一溜烟的跑没影了，搞得加雷特一脸懵逼。好在任务顺利完成，加雷特将矿石交给了所罗门王。米拉发现黑骑士的警戒等级上升，一问之下得知了仙术萝莉的事儿。听完加雷特的描述之后，3人都确定那位萝莉就是9贤者之一的梅林，估计是怕一回来就要被所罗门使唤，无法随心所欲的修行，所以才躲起来不见面的。虽然倒不会一直不出现，但是躲着躲着就忘记约定也是常有的事儿，搞得所罗门非常头疼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个靠谱点的人？梅林的事儿先放下不提，银然光石的使用时间有限制，于是米拉再次动身前往愚人珍奇馆。